Honda Accord 诞生于1976年，至今有超过45年的历史。在我身旁的这个是第10代 Honda Accord， 它在2020年2月26号登陆马来西亚市场，当时候的售价是195,900块。后来有 SAT 税务回扣之后，它的价钱只要187,390块。所以它有一个叫 1.5TCP 跟 1.5TC 的版本，所以一个是有 Honda Sensing， 一个是没有 Honda Sensing， 价格相差差不多1万块这样子啦。所以这个第10代 Honda Accord 在马来西亚的主要竞争对手有 Toyota Camry、Mazda 6， 还有 Volkswagen Passat。注意啊，我说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还有其他的，不过我主要会用这几个跟它做对比，因为它这几个对手的价位从170,000到213,000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Honda Accord 是目前唯一一款还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日系 D segment sedan， 其他的都是从泰国，不然就是从日本 CBU 整装进口。所以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记得 subscribe。And let's go。第10代 Honda Accord 的车身长度是4901mm， 比 Toyota Camry 长，比 Mazda 6长，也比 Volkswagen Passat还要来得长。除此之外啊，它这辆车子的轴距也加长了，现在来到2830mm， 也就是跟 Mazda 6一模一样的轴距。然后 Camry 是2825，所以都是了被鼓让的啦。Passat 就不要讲，因为 Passat 本来就是比较小。所以我觉得这个 Accord 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它的后边的线条了，因为它走的是有一点类似 fastback 这样子的 look， 而不是传统的一个四四方方的房车这样子。但它虽然有这种流线型啊，不过你不要误会啊，它不是像 Arteon 这样子的菜，你只要打开它的车尾门，就可以看得到的还是一个传统的 sedan， 而不是整片掀起来的啦，所以它不是一个 five door car 啦。So compared to 其他的对手啊，我觉得它最弱的就是在解释它的底盘了，因为原厂几乎没有去强调它的底盘，只有在国外的 Hybrid 版本他们会特别强调它用了多少高刚性钢材等等。像 Toyota Camry 他们会一直强调它用什么 TNGA-K，Mazda 会强调 Sky Active 的这个底盘，然后 Passat 会强调它跟奥迪用的是类似的这个 MQB 平台等等。那 Honda Accord 呢，就原厂对它的底盘是没有太多的琢磨啦。这个高配版的 Honda Accord 采用的轮胎是 Michelin Primacy 3ST 的轮胎，尺寸是23545R18。如果你买到的是那个比它便宜差不多1万块的低配版，除了少了 Honda Sensing 之外，它也从18寸缩小到17寸。所以同级竞争对手方面啊，大部分都是18寸，除了 Mazda 6用19寸，然后这个 Passat R-Line 也是用19寸，所以18、19寸对于 D segment 房车来讲是一个相当标准的一个尺寸。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心脏，咦，我蛮意外的哦，因为这个 Honda Accord 是用 Gas Lift， 而且是2支的啊，我以为它是只可以插那一块呢。所以这个 Honda Accord 它用的是 1.5L VTEC Turbo 引擎搭配 CVT 无段式变速箱，它能够输出201 PS， 也就是198 horsepower 和260 Nm， 0到100 km/h 是 9.1 秒。而它是同级竞争对手里面 CC 最小、马力最大的，因为我们说它的这个201个 PS 是比 2.5NA 的 Camry 还有 2.5NA 的 Mazda 6都还要来得强劲，甚至啊，它还比那个 2.0L Turbo 的 Passat 还要来得强劲。所以我个人是蛮意外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国外的 Accord 是有 2.0 Hybrid 或者是 2.0 Turbo 的版本，可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这个呢，就用了跟 CRV 相同的 1.5 Turbo 引擎。跟上一代的 Honda Accord 相比之下，我觉得第9代 Honda Accord 就显得老气很多呀。这个第10代的呢，它的样子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前卫。这个镀铬饰条是整片过去的，而且这边也有用了这种黑色的 gloss black 这样子的材质，所以整体来讲就提升了这个 Accord 的 atasness。而且现在这一辆呢，马来西亚版本呢，它是标配 LED 大灯。它这个 LED 大灯里面虽然有 Auto High Beam 自动调节远光灯，不过它就不是一个 Adaptive LED Headlight， 所以如果你要跟 Mazda 6还有 Passat 的 IQ Line 相比的话，我觉得这个大灯确实是它能够调整的东西并不多啦。你可以在它的这个车牌板下面这边地方看到它有一个 Honda Sensing 的雷达装置，然后这个车头的 logo 这边有一个镜头，就代表它是有360 camera 或者叫 Surround View 啦。
相较于那个非常帅气的车头啊，我觉得第10代 Accord 的车尾引起的争议倒是比较大的。你问我的话，凭良心讲，我个人还不是很接受到啦。因为我们说，如果 Civic 是2只侠的话，这个就很像我吃的锦贡，所以 depends on 你自己的这个审美是这样子。因为美跟丑是很主观的东西，没有对跟错的，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喜不喜欢这个第10代 Honda Accord 的车尾灯造型。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 Foot Sensor， 没有。有没有 Power Tailgate？ 没有，它只是跟你 dock 上来，你要自己推的。然后关也是没有 button， 你要自己丢的。OK， 这样子。那你这样关，你就可以听到跟前几代的 Honda Accord 没有，you know 啦 ，you know 啦 ，you don't know 啦。第10代 Honda Accord 的行李箱空间有570 litre， 是同级的日系 D segment sedan 里面最大的。它比 Mazda 6还要大，它也比 Camry 还要大。所以不要算日系不日系的话，只有帕萨比它大，帕萨有586 litre， 可是570是什么概念呢？我连想都不用想，我就知道我进来是没有问题了的。Oh my god！ 你看，放一张低栏嘛，就可以在这边睡了，真的是不是普通的大。然后我现在抬头看到，哎，这边有一个应该是 subwoofer， 这边有一个 speaker， 这边有一个 speaker。哇，在我目测这个 speaker 的 quality 是不错的，不是那种 cheap plug 的 speaker 来的啦。所以你看它的后面大到这个程度了，而且不够大，你这边这个 lever 啊。你还可以这样子推，你就可以逃去后面了。哎，不对，应该是从后面逃出来啊 ，whatever 啦。OK，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看一下它的底部有什么。OK， 有一个工具箱，然后这个保丽龙跟它拿上来，就是一个 Space Saver 的备胎了。首先，我的身高是178 cm。在我开始测量之前呢，我要称赞一点，就是它有这个所谓的 Boss Switch 这个在 Toyota Camry 有 ，Proton X70 也有，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 button 去这样子。因为我之前也试驾过第9代的 Honda Accord， 所以第9代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大了。更何况这个第10代呢，轴距是加长到2830mm， 非常的长。它的腿部空间是非常的够，我要翘脚也不用说刻意去下我的鞋子，也不会踢到前面的椅子，你就可以知道多大。这边车顶特别做低，然后我要看一下会不会顶到我的头顶，刚刚好罢了。如果你做斜一点的话，大概是这样子的 size， 把是 acceptable 啦，可以接受的。所以讲一讲它的一些 features 啊，像它这边有这个手动的遮阳帘我记得帕萨有啦，但是呢，它有这个，可是它的后面呢？就是后挡风玻璃这边就没有这种遮阳帘，那反而 Camry 就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地方 Camry 1分。再来，它这边有2个冷气出风口，还有2个 USB 接口，这一边有一个中央的扶手，2个杯架。然后呢，这个虽然是一个标准的 D segment sedan， 不过它一样是可以把后排椅子倾倒的。OK， 所以你看到吗？它不是什么60、40、50、50，它是整片起来的。但是呢，这边有一个格啊。你还是一样可以伸手去后面的，不过它就是一个小洞这样子啦，把好过没有啦。所以 overall 我觉得 Honda Accord 目前来讲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空间啊，车子比人家长，轴距比人家长，后排的空间也比人家大，所以真的是没有太多东西好挑剔它啦。所以如果你说同级的Passat 可能比较运动感，可是 Passat 的空间就不够它来的好照我这样子感觉，我觉得它比 Camry 还要大，很难找到这样大的 D segment sedan 了啦。我们先听一听开关门的声音。OK， not bad。我终于 test 到 Honda Accord 了。OK， 我第一次看到这辆车的时候是2020年的2月26号。接下来的1个月，你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咯，所以间接导致了我现在才有机会看到这辆车。可以收这个 Honda Accord 它现在用的这个是8寸的荧幕，里面支援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然后这边有这个气的无线充电器，这些都是相当标准的东西。然后新时代的 Honda 家族式设计就是采用这样子的荧幕，旁边给你一点button，还有旋钮，跟 Honda City 一样的哦。
真的是同一个家族出来的，所以我相信接下来新 Civic 也是会有这样子我最喜欢的 button。所以跟前一代的 Honda Accord 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电子仪表板。But 它是一个半电子仪表板，就是左边的这个呢，它会随着你不同的驾驶模式去切换它的 pattern， 可是右边那一个呢，它就是会保留了原本的这个转速表，这个不是转速表，时速表，转速表还是一样在左边的，所以至少它有进步啦。因为你知道这种电子仪表板向来都是德系车的专利，你看像新的 Passat 就整个是fully digital 的了。Mazda 6就是一般 digital， 然后Toyota甚至是 Lexus 他们都喜欢用实体的，再加一个小小块的那种什么 TFT 荧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Accord 的这个地方的确是有让人家感受到它的进步的。再来一个我个人非常满意的就是它的这个 steering 因为它是非常的立体，很像 BMW 的 M Sport steering 这样子的 feel 啦，而且它有 pedal shifter，这边有非常多这些 Honda 先进的功能，旁边有 Honda Land Watch， 它有这个10个 speaker 的音响系统。我看美国的网站是写450瓦啦，可是东南亚版本我找不到任何一个资料是讲它多少瓦的。10个其实是相当多的，像这边有推的，那边有推的，中间有 center speaker， 后面有 subwoofer。红旗竞争对手方面 ，Toyota Camry 用的是9个 speaker 的 JBL 音响系统，那 Mazda 6用的是11个 speaker 的 Bose， 所以很明显的在音响系统肯定还是 Mazda 6比较有优势的。但是这个10个 speaker 这个价位来讲，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划算了的啦。OK， 所以讲完这些冷冰冰的功能之后呢，我要来讲一讲它的 feel 了。首先第一个就是 Hard Plastic 大幅度的减少了，像这边都是 soft touch， 然后这边是木纹，有一点类似 Mercedes 的 Open Pore Oak Wood 这样子的感觉。我不确定是真的假的木啦吧，就是很，不是那种 Angle Glossy 的 wood 这样子的。然后 wood 下面这边这个就 Hard Plastic 了。可是这个地方其实它不影响你的视线的，就是还好，就是 not visible 的地方，所以我觉得 not bad。然后这边有一个 gear knob， 这个 gear knob 就比较老土一点了，因为我看国外的这个 eHEV IMB 版本的这边就变成 Swift by Wire， 就是只有 PND 这样子的 button 罢了，所以我觉得 gear knob 还是会弄到它比较老牙这样啦。但是呢，它也没有 handbrake 因为现在它用的是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with auto hold 的功能，然后这边有 Eco mode 跟 Sport mode 的功能。Overall 我觉得它的整个内饰呢，它是比 Camry 来的好的。但是如果你要拿 Mazda 6来比，就真的是不要为难我了 ，OK？ 因为 Mazda 6真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了。那并不能表示说 Honda Accord 不好，它还是有它的 fans， 它还是有它的锁定的顾客群的。再来这个 Honda Accord 呢，我觉得它少了一点东西。它少了一点，因为这个价钱其实讲贵不是很贵，讲便宜也没有很便宜，因为它原价是195,900块嘛，现在是187,300多块。以前 Honda Accord 可能是140,000、160,000的时候，我不会对它有这么多的 expectation。像现在它已经卖到这个接近200,000的价位了，我就会开始要求可以不可以有 ambient light 可以不可以有 adaptive LED 大灯可以不可以有天窗可以不可以有多一点 color 的皮革可以不可以多一点就是比较多一点厉害的东西在里面我不觉得我对它要求过分因为现在你知道时代已经不同了。因为以前人家买 Accord 的 budget 的人就是以前有买 Accord 的预算的人都跑去买 SUV 了 ，C segment SUV、D segment SUV， 所以变成我觉得现在会要买 D segment 的人已经是不在乎说以前的那些东西他们在乎的是 uniqueness 你知道吗？怎样可以跟人家与众不同，而不是买一件制服来穿跟每个人一样这样子的啦。所以 overall 这个是我对它比较发自内心的评价。我忘记讲它的椅子 lumbar support 是有上下左右的，所以椅子是舒服，不过它不会舒服到我上车就跟你讲了，不像另外一个 L 开头的品牌，我一坐进去就会这辆车没有啦 OK。 我现在开着的这个 Honda Accord 1.5 litre VTEC Turbo 引擎呢没有错的话，它是我试车生涯里面我开过马力最大的1.5 litre Turbo 引擎了。To be honest 我在试驾这个车之前，我其实是不是很看好它的，因为呢，这个1.5 litre VTEC Turbo 其实就是跟 Honda Civic 还有 CR-V 相同的这一具引擎。Honda Civic 的1.5 Turbo 是173 PS， 然后 CR-V 是
192 PS， 然后这个 Honda Accord 呢，它是直接炸到201个 PS， 也就是198个 horsepower。198我们就当它200匹好了，因为那种太 in between 的数目字。每次想到200个 horsepower 呢，我就会回想起2002年的时候，我爸爸买了一辆 Mercedes-Benz E280，那一辆车呢是用2.8 liter V6 自然进气引擎，它同样能够输出200个 horsepower， 所以现在这一辆 Honda Accord 它只要1.5 liter。它就能够达到以前的车子可能要用2.8 liter、3.0 liter才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个就是科技的进步了。因为刚才我是从市区开上来这条 highway 的，所以其实我原本是觉得说1.5 liter又要做到200匹，可以不可以哦？赛博可以吗？因为在我过去的试车经验呢，我们说Volkswagen 的 1.4 TSI 在城市走走停停难免它会很 lag， 因为它搭配的是这个 7 speed 的或者是 6 speed 的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这个 Honda Accord 它虽然是 turbo 引擎，可是它用的是 CVT， 也就是中文翻译叫无段式变速箱。它的这个 CVT 虽然讲是讲有7 speed 啦，不过你都知道CVT technically 我们不可以叫它牙箱啦，也不可以叫它 gearbox 啦，因为它没有 gear 的嘛，怕你有牙，它是没有牙的啦。所以这个7 speed 其实是一个可以叫它是虚拟的 speed 啦，7 speed。OK， 我现在去 Sport Mode 因为这辆车有 Sport Mode。Yeah，trust me，you won't like it。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开着的这个 Accord 它是属于 D segment sedan 嘛，那因为我过去这么巧，我试驾过了所有在马来西亚有售卖的 D segment sedan， 包括 Mazda 6、Toyota Camry、Sonata 要算嘛，Hyundai Sonata、Kia 的 Optima GT， 还有 Volkswagen Passat 等等这些。所以这个 Honda Accord 我现在还会驾着140、160这样啦。OK， 凭良心讲呢，这个 A 柱这边传进来的风声是有的，但是我不可以讲它明显，好像越来越明显。它的整个 MVH 没有我想象中来的安静啦。不过如果你要拿它来跟 Toyota Camry 比的话呢，我觉得它跟 Camry 还半斤八两，不会说差到太远的。Passat 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因为 Passat 的这个 A 柱相对的比较薄，所以也是会有这种风声。所以同级的竞争对手方面没有错， Mazda 6跟 Hyundai Sonata 会比较优秀。OK， 我们讲非常高速的行驶来说，它是非常的稳定的。然后这个 steering 它的转向也是比较硬，不会像早期的 Honda 车款这样飘飘然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高速行驶的底盘控制是做到不错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我很 highlight 的是嘞，因为它有201个 PS 可是它的0 to 100是 9.1 秒。我们说这个 Passat 马力比它小很多，可是0到100都是 7.6 秒到8秒左右这样子，所以201个 PS， 然后0到100还要 9.1 秒，是相当的令人失望的啦。那 OK， 它车也没有很重，它的车子大概是1500 kg 左右这样子罢了，你完全感受不到你在静牙。even 你到 shift 你也不会有那个顿挫感。熟悉我频道的人都知道我已经是一个相当 anti CVT 的人了啦。不过呢，有时候我们讲车，有时候还是不能够太过主观，还是要打一些原厂的。当然我自己不喜欢 CVT， 你给我选 CVT 跟 6AT 或者是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我怎样选都不会选到 CVT。不过有时候呢，你要考量到大部分使用者啊，因为 Honda Accord 它是一个白领车来的，所以白领会开这辆车子，通常都是上班通勤或者是跨州，然后 JB、KL、Penang 这样子。所以如果他们驾 Honda Accord 经常是要在市区走，经常是要走走停停的话，那我觉得 CVT 肯定是会比automatic gearbox 或者是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更加来的平易近人。我们不能够 expect 每个人都要有那种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的那种加速感，我们也不能够 expect 每个人都喜欢 NA 的那种高转的声音。所以这个 Honda Accord 我上日本的网站看到他们是有加入了 Adaptive Damping System， 就是 suspension 可以调整 Normal、Comfort 或者是 Sport。那对马来西亚来讲，一般上日系的这种 Sedan 除了 Lexus 之外，都不会给你那种可以调整的悬挂。你知道吗？在5年前、10年前，没有人会要求日本车要有 Adaptive Suspension 的，你懂吗？因为那种悬挂系统都是德国车玩的东西。可是因为这种日系 D segment 的价钱越来越高，然后德系的反而越来越低，你知道意思吗？就是你知道帕萨在本地组装了，价钱又低了，然后现在的那种 subcompact executive sedan， 像什么2 Series Grand Coupe、Mercedes A Class 的价钱都越来越低了。所以当便宜的德国车越来越便宜，当中价位的日本车越来越贵的时候，它就会让人家陷入一个选择困难症了。OK， 我现在 Sport Mode 了OK， 哇，刹快一半。OK Go。我们撇开引擎、变速箱、动力素质不谈的话，这个 Honda Accord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开的车来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的方向盘的形状因为它长得就很像 BMW 的 M Sport Steering， 它非常的厚，非常的实，特别对于我这种手掌大的人来讲，抓起来就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 luxury， 非常的 premium。还有一个东西是呢，这个 Honda Accord 跟上一代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整个车子的重心更加的低，就是有 lower gravity 据说是降低了10个 mm。这个在你一坐上去车子的时候，你就马上能够感觉出来了的。那重心低的好处就是你要左右移动的时候，你在扫 corner 的时候，车子可以更加的稳，你没有这么飘，没有这么浮，没有这么害怕。所以我觉得 Honda Accord 它的整个 handling操控还有车子的 sportiness 来讲，我觉得是有在那边的啦。所以坦白讲，这一点是比我原先预期的还要来的优秀的。如果你慢慢驾的话，它是蛮省油的啦。官方油耗是1个 liter 能够走 15.83 个 km， 把我们给它 plus minus 1个 liter 要走12-13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啦。当然讲到 Honda Accord 我们就怎么可以不谈它的 Honda Sensing 这道招牌菜呢？我觉得它的镜头跟它雷达的精准度是仅次于 Volvo 的，还有它的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它跟你方向盘，你看我现在手没有抓方向盘，它跟你摆的那个幅度的那个力道是最接近 Volvo 接近自动驾驶的状态了。然后你可以用 button 这边去调整你跟前方车子的这个距离要多近还是要多远。所以我觉得这个 Honda Sensing 里面最够力的就是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Function。我们说同级竞争对手 Passat、Mazda 6没有 MRCC。Toyota Camry 虽然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不过我上一次试驾 Camry 的时候，我发现它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不是全速域的，就是它到一定的时速的时候，它就会 cut off， 不会给你了的。所以我们说马来西亚的 D segment sedan 来讲 ，Honda Accord 的安全辅助系统是最齐全，而且它的价钱是最公道、最合理的，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日系 D segment sedan。当然 Honda Sensing 并不是万能的，它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美中不足的，也是我自己比较不是能够接受啦，
就是 Honda 呢，他们是 promote Honda Lane Watch， 就是这个镜头，可是它是没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system 的。反之 Mazda 6、Passat 还有这个 Camry 都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所以你问我的话，我个人是比较习惯用 blind spot monitoring 多过用这个 Honda Lane Watch Camera 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东西是有一好没有两好，你要 give and take 啦。又到了做 conclusion 的时间，按照往常的惯例，我都会先讲一些不值得购买它的原因，再讲一些值得购买它的原因。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它没有 adaptive LED， 这个有点可惜。再来第二个，它没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第三个就是它用 CVT 无段式变速箱。第四个缺点是有点因人而异啦，因为这个 depends on 你过去看过怎样的车，你过去开过怎样的车。我觉得它的内饰虽然比上一代大幅度提升，但是它还是不够 ADAS。很多的媒体认为，我觉得还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以上就是一些我觉得有点鸡蛋里挑骨头啦，因为它的优点是远远多过它的缺点的。那值得购买它的理由就非常容易讲，也非常明白。第一个就是它便宜，然后现在 Before SST 它只有100，它只要187千，比人家便宜。第二，201个 PS 马力又比人家大。第三 ，Rotax 90块也比2.5 L NA 的还要来得便宜。再来，它有 Honda Sensing， 而且是非常齐全的，已经直逼 Volvo 那一种半自动驾驶的系统了。再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空间，车子比人家长，它的行李箱空间比人家大，后排的空间也比人家大。所以我觉得买 D segment 的人啊，我相信空间这个通常是排在前3个 priority 的啦。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价钱，这样子的动力，这样子的空间，这样子的安全辅助系统，我觉得阿巴拉基猫几乎是 win 了啦。除非你对这个车尾灯，你对这个螃蟹脚有意见，这样就另当别论啦。我之后会做一集整理出我今年的这个这一年度的这个 D segment car of the year， 所以敬请期待。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多多支持，也要 follow 一下 Instagram account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现在是2点，要2点了，我很少这个时间拍车，我跟你讲。